上一集分享的 vivo X200 Pro 的拍照实测，相信大家对于两亿像素 APO 超级长焦的各项应用，如人像、长焦舞台等等等，都应该非常有感觉吧？不过，相较于上一代机种，也就是 X100 Pro， 究竟进步了多少呢？尤其是主镜头感光元件尺寸缩小，到底会不会有影响？接下来实测分享给大家。嗨，大家好，我是 KissPlay。大家还记得在几个月前，我有进行过一次 vivo X100 Pro 还有 X100 Ultra 的比较影片。当时因为 X100 Ultra 的长焦软体好像应该是还没调整到位啊，所以表现真的没有 X100 Pro 强。那这一次 X200 Pro 的长焦规格基本上就是完全移植至 X100 Ultra， 但是因为内部结构重新设计，加上有着更好的演算法，长焦拍摄品质有办法超越 X100 Pro 吗？另外一个观察重点就是在主镜头，这是采用全新的 1.28分之1寸 LYT818 感光元件，比起上一代1寸大的 IMX989 要小了一些哦。以 vivo 的说法是全新感光元件加上全新 V3 Pro 的影像晶片，表现完全不输1寸感光元件。那到底实拍之后表现如何呢？我们就直接用照片来说话。vivo X200 Pro 的长焦镜头采用2亿像素 1.4分之1寸的感光元件，等效焦段是 85mm， 光圈是 f2.67， 而 X100 Pro 则采用5000万像素2分之1寸感光元件，等效焦段是 100mm， 光圈是 f2.5。两者的比较方式会先以光学焦段为主，接着比较同倍率的数位望远焦段，会以细致度为比较的基准，接着那就开始长焦的评比。光学焦段部分，虽然两者的倍率不同，但在细致度上的表现，即使把照片放到一样大，也几乎看不出细节的差异。两款手机基本来说，只有亮度的表现不同。X200 Pro 啊，整体看起来比较亮了一点哦，但仔细一看啊 ，X200 Pro 在暗部拉亮的程度比较高，也就是说 HDR 的表现比较好一些。虽然说两者的整体表现差异并不太大，但硬要说啦。X200 Pro 在长焦光学焦段的表现啊，我觉得会比较讨喜一些啊。不过这个就是看个人的喜好。接着我们进入数位变焦，先从10倍的焦段看起。整体的照片看起来，X200 Pro 还是比较亮了一些，暗部拉亮的程度也比较高。在细致度的表现上，两者算是不相上下哦。但是在部分的场景，X200 Pro 表现似乎有比较好一点点啊，只有一点点啦。不过在20倍的部分就有明显的差异。X100 Pro 在线条边缘部分已经开始出现解像力不足的不连续色块但是在 X200 Pro 依然维持的线条感整体在细节上X200 Pro 明显比较好就是优于 X100 Pro。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往都会直接带过的100倍。因为无论哪一款手机在这个焦段都会很惨但在 X200 Pro 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居然在线条边缘还是维持的锐利度我只能说真的是有点夸张X200 Pro 的100倍变焦认真说硬要用在社群贴文上也不是不行是真的还蛮强大的。vivo X200 Pro 这次最被关心的就是主镜头毕竟不是大家期待的1寸大感光元件，虽然 1.28分之1寸 LYT818 也不算小，但心理上就会好像过不去耶，这比较小一点，怎么可以呢？但是实际上与采用1寸大感光元件的 X100 Pro 比较起来，到底如何呢？毕竟 vivo 说不会比较差嘛以光线与色彩来说X200 Pro 比较明亮，在暗部有更好的提升，但在色彩部分，除了比较暗的氛围带给 X100 Pro 有比较浓郁的错觉以外，两者在色彩表现部分，我觉得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都算是偏浓郁的但不会太过浓。以细致度来讲，我们先看1倍部分，两者有点难比出哪一个比较好细节部分都算是很细致，这方面我觉得应该算是打平的。在2倍部分，照片放大检视之后，两者细节也都非常好，线条边缘也都很有细致的刻画，所以在主镜头部分，无论是1倍或是2倍，我认为真的是差不了太多那对了，我们在上一支影片中有不少网友问我说你有发现 S200 Pro 在主镜头有眩光的问题吗？所以我其实真的特别看过我所有拍过的照片
还真的没有找到类似网上传的那种眩光的问题的哦。不过既然有网友发现了这个问题啊，我认为 vivo 还是要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赶快去解决啊，才不会辜负 V 粉的期待啊。不过我觉得啊，台湾消费者应该是不用太大担心啊。毕竟国际版本跟中国的内销版其实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哦，无论是在镜头的规格，可能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异哦。而且呢，在国际版推出之前呢，就有发现问题的存在，所以我想在台湾上市的时候就会查出来哦，并解决这些问题啊。所以真的台湾消费者，我想应该是不需要太大担心的。vivo X200 Pro 的超广角镜头跟 X100 Pro 的规格上都是采用5000万像素、2.76分之一寸的感光元件，连光圈大小都是一模一样。不过 X200 Pro 的影像晶片是全新的 V3 Plus， 这样子的画质会不会有所提升呢？X200 Pro 在整体明亮度跟暗部提升上，维持跟其他镜头的焦段一样的氛围啊，都明显有了提升。也就是说，在拍照部分 ，EV 值都拉高了1到1.5哦，那暗部的拉亮程度会更高一点点。细节部分，两者并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啊，因为暗部提升所带来的暗部细节感受会更强。不过这部分就看个人喜好了，毕竟也有人喜欢这种 X100 Pro 那样光影分明的这些调性。那夜拍部分，这次我真的没有时间去做太多的拍摄，所以就仅有一组比对照来做确认哦，不好意思哦。所以更多的比较就等台湾上市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哦。那我们就直接来比较这唯一一组的照片，在光学焦段部分，跟日拍的整体感受有一点不太一样。X100 Pro 的表现稍微比较明亮一些，但 X200 Pro 在高光抑制上有更好的表现，细致度上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异。那数位放大部分，在10倍焦段就有明显的差别。X200 Pro 啊，在细节表现上是优异非常的多哦，而且在20倍的时候，两者差距就越拉越大。X200 Pro 依然维持一定的细致程度，但这个时候呢，X100 Pro 就有点跟不上了在60倍跟100倍部分两者的夜拍表现，我觉得都没有太好啦至少我不会拿出来用哦。不过在细节上，很明显可以看出来，X200 Pro 要好一些不是好一些，是好蛮多的哦。所以这部分我觉得 X200 Pro 的整体表现应该都是更好的哦。vivo 人像模式非常强大，在以往测试的各机种中，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得到啊。无论是在肤色或是肤质细节上的各项表现，都表现得非常的自然，而且不做作。这次加了蔡司 APU 2亿像素的长焦镜头的 X200 Pro 表现会比 X100 Pro 更好吗？在人像焦段部分，两款手机都有2335/5085mm 的焦段，差别就在最长的人像焦段部分。X100 Pro 是100mm，X200 Pro 呢则高达135mm。但实际表现如何呢？在色彩表现上 ，X100 Pro 会在肤质上是比较偏红一点，那 X200 Pro 呢则是比较白一些，会比较有上那种粉底的感觉哦。细节部分，在每个焦段的肤质细节上 ，X200 Pro 都有着比较细致呈现比较没有涂抹的皮肤真实感，我觉得我是比较喜欢 X200 Pro 这种比较真实感的一些呈现但是它其实还是有修饰的哦，只是修饰的非常的自然。人像与虚化背景的自然程度那乍看底下都很优异，并没有什么可以挑的毛病。但如果我要鸡蛋里挑骨头放大仔细确认 ，X200 Pro 在边缘线条的平滑度上都比较优异滑顺一些当然前面讲了。这就是鸡蛋里挑骨头不过这对于如果要冲洗照片冲洗大照片，甚至冲洗海报的朋友 ，X200 Pro 就可以提供更好的品质那另外，总会在身上别一些配件嘛所以在身上配件的辨识总不能模糊不清吧在 model 头上的发簪在 X200 Pro 的拍摄底下，其实有更好的呈现。但 X100 Pro 就会有点让人觉得，不确定它是不是有辨识到的感觉就是介于模糊跟不模糊之间这很妙的一个辨识。以人像拍摄来看 ，X200 Pro 除了有着135mm 更长的人像焦段以外，无论肤质的表现或是人像与虚化背景的自然程度，都明显表现得更好。
看完前面的比较之后，不晓得大家觉得哪一个焦段的差异最大？最喜欢 X200 Pro 哪一个焦段的表现？那再请大家留言让我知道哦。整体来说，vivo X200 Pro 在各项摄影表现上都明显优于 X100 Pro， 尤其是在长焦的表现上，都是出乎意料的好，真的是让我非常惊艳。台湾预计将在11月下旬推出 X200 系列手机的国际版本到底会推出200呢，或是200 Pro 呢，还是都会推出呢？或甚至 Pro Max、Pro Mini 也会推出呢？这还不知道哦。那规格跟功能应该会因为不同地区有所调整。那当然，在中国版本所发现的小问题，相信在国际版本上应该会得到更好的修正。以上就是 X200 Pro 与 X100 Pro 的拍照比较实测，感谢大家收看这期节目，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内容。如果有任何建议或问题，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我是 Kissplay，我们下次见喽，拜拜。